一代宗师里边说，功夫是什么？就是一横一竖，对的站下，错的倒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传统武术。战场杀敌，这个保镖护院，你的功夫高，你就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么现在而言啊，这个传统武术好像就是与表演花拳绣腿有关了。那么中国武术到底是怎么了呢？在过去，这个传统武术它那么厉害，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行了呢？近年来啊，这个我们总会听到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被自由搏击、被这个综合格斗给 KO 这样的新闻和视频都很多啊。那个咏春拳大师丁浩被搏击选手阿虎啊3分钟就给击倒了，74秒被爆头了。还有太极大师马某某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，对抗这个业余搏击爱好者，也是开场4秒就被对手给打倒了，30秒之内被击倒3次啊。还有这个太极雷雷，这个创始人魏雷被综合格斗选手这个徐某啊25秒就给打趴下了。面对这么一次又一次比赛的结果，这个人们就不得不认为这个传统武术就是不行，在这个自由搏击面前呢，它就是不堪一击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传统武术退步了，还是说这个西方的自由搏击太强了呢？我们今天就要说这么一个话题啊，但其实这个话题呢，它似乎是一个伪命题。就好比说，你说中国古代的这个榫卯结构和现在的这个钢筋水泥做比较，你问哪一个技术好，是不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呢？我们来看啊，这个中国功夫是非常传统的、历史悠久的这么传承下来的，它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本来就是这个源远流长的啊。过去呢，就是以击倒对手为目的，而且呢，它还有着这个养生啊，这个很多的传承在里边。早在这个石器时代呢，人们成功的捕捉猎物，运用的各种动作，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雏形。那个时候呢，实战性不强啊，就是打不到猎物，就是不好用，就是饿肚子。这是武术最基本的一个雏形，就以这个打猎为主要目的演变而成。那么青铜器时代，兵器出现了，尤其啊那个时候已经会打铁器了，武术就得到了发展，因为我们会运用各种兵器了，有各种武术比赛了。三国魏晋时期呢，这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这个武术的军事技能呢，就逐渐的走向了舞台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武术的实战性就是更加的重要了。那么在南北朝时期呢，就开始有很多怎么说啊，像玄学一样的东西了，长生不老呀，这个武术又融入了养生的一个元素在里边了。这个时候实战性可能就要相对来说弱一点了，有这个养生在里边，跟这个实战作为一起发展。到了唐代，这个选拔武术人才的武举制开始出现了。虽然对武术的发展呢有促进作用啊，但是这个时候武术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了，在当时呢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。也是从那个时候武术就开始传到国外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日本的这个柔道啊，还有这个相扑，韩国的跆拳道，其实他们的祖宗呢都是中国武术。到了我们明清时代呢，各种武术流派就纷纷崛起了。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太极、八卦、形意，都是那个时期创立出来的。中华武术呢也是发展到了一个高潮，各种武林中的大侠纷纷而起。
什么霍元甲打败俄英两国大力士啊，这个打败什么日本武士啊，陈真打败什么日本人呐、等等等等，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故事啊。反正真的假的，反正是非常振奋人心。那么再后来，中国武术就开始经历种种困境了。各门各派呢，还是守着这个祖宗传下来的这个看家本事啊，闭门造车。而且呢，基本上都是相互瞧不上的。我看不上你的这个功夫，你也看不上我，那么我们不会有这个相互交流的机会。觉得我这个是正宗的，不屑于和你去分享。而且呢，很多那个时候都靠着它去维持生计的，开武馆收徒。如果我教会了你，那么你比我厉害了，对吧？我不就吃不上饭了吗？这样的武术呢，其实它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实战。那么怎么就慢慢沦为不如国外的跆拳道、相扑、散打？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韩国的这个跆拳道呢，起源于唐朝，中国武术在那个时期流传过去的。后来呢，发展成为了以腿法为主，这个拳脚并用的跆拳道。日本的柔道呢，也是起源于中国的这个柔术，讲究以柔克刚，刚柔相济，以这个摔法和这个地面技术为主的这个综合格斗术。后来呢，柔道和跆拳道呢就成了奥运的比赛项目，而我们中华武术呢，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挺进奥运，这个呢也是挺可惜的啊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有一个这个划世纪的人物啊，就是李小龙，他自创了一个截拳道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在华人武术界呢，这个属于被人看不上的，因为他是要跟人交流才创造出这么一门武术。我们现在谈到中华传统武术，第一个会想起什么？大部分人脑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他们笔下的一个个武林大侠、绝世武功。那么在魔幻的这个武侠世界啊，武林门派非常多，武术招式呢也是特别的听着如雷贯耳啊，降龙十八掌啊，这个什么九阴真经啊、太极拳呐、等等等等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李小龙传奇、这个李连杰、成龙，这些成了我们心中高手的形象。那么这些武术它的实战性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李小龙啊，因为在他之前可能这个视频资料会比较少。以前这个美国世界空手道大会，这个是有资料记载的。1964年，这个李小龙是作为嘉宾登上了这个空手道大会的拳坛的。第一个对手呢，就是李小龙的日本弟子木村武之，对吧？李小龙戴着眼罩，以这个传统的咏春拳里边的这个捻手，把这个木村武之呢逼得节节败退。无论对方用什么招啊，都进不了李小龙的身，完全不能突破这个李小龙的防守。最后呢，李小龙抓住了破绽，一脚就把他放趴下了。在第3次被放趴下之后，这个木村武之直接就认输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资料上还可以看到啊，李小龙是可以用这个单手2指去做俯卧撑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是一位黑人空手道，也是一位成名的这个运动员啊。李小龙呢，这个也是出拳速度非常快，对方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下就把他给征服了。还有资料记载什么？就是有人想体验一下李小龙的功夫，带上护具，然后李小龙呢目测好2个人的距离，寸拳嘛，一拳就把他给轻轻松松击出3米多远，就连凳子直接坐到凳子上飞出去了。资料的最后呢，是一名空手道高手上台，他刚站稳，这个李小龙好像也是一个寸进拳，
直接就把它打出几米开外。所以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啊，摄像机捕捉都很费劲。当时也是震惊了这个美国的武术界，有人反复都说这个李小龙没有实战记录，李小龙这个没上过擂台，但是外国人都能很佩服李小龙，我们中国人还在说他的功夫是假的，等等等等。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。那么李小龙他用的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了，对吧？以中国的咏春拳为母拳，然后呢集合了很多其他的拳种来博众家之长，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截拳道。有人说啊，李小龙他就是这个 MMA 这个格斗的鼻祖，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家都知道那个唐山大兄啊，这个拍完之后呢，他接受了这个主持人的采访，主持人当时就问他怎么理解功夫。李小龙说怎么说啊？习武者应该心无杂念，无心无状，这个随方救援，像水一样。还说什么清空你的杯子，方能把它注满，就是已经是一个上升到哲学的一个高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国传统武术不但是具有实战性、养生，还有这个哲学意义在里边。那么这个李小龙呢，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啊！他不单把这个中国功夫带到了全世界，而且呢，还把它发扬光大了。如果当年没有李小龙在这个空手道大会上的表演亮相，那么我们没有这些资料的话，我们中国功夫可能就会更加的说不清了。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，就是中华传统武术实战对抗现代搏击这个失利之后，各个大师的反应啊，总是有各种说辞啊，什么他受了内伤啊，我这个没休息好啊，水土不服啊，你总在找这些借口，而不是虚心的去接受，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。其实武术发展到现在呢，我们应该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为什么传统武术打不过现代搏击呢？大家看现代搏击的这个训练方法啊，每天非常科学，饮食、训练、休息，它都是一个体系的。但是我们现代的这个练习传统武术的，喝茶、教徒弟，然后每天还要想着招生，已经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这个没有用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呢，他就慢慢的就一点点实战能力就差了。在过去啊，习武术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什么人习武术啊？战场士兵、护院的武师。这个哪一个不是把这个武术当成自己吃饭的家伙事儿的？如果说我这个武术练不好，上战场我就被人给放倒下起不来了。看家护院的时候，有这个贼进来，直接我也不行了，没有办法吃饭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功夫不到家，你就得吃大亏了。那么你还能说这个传统武术它在以前不能实战吗？我们传统武术啊，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和道德水准啊，这个是外来的拳术，这个散打呀、现代搏击啊无法企及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发展好今天的传统武术，就是要采众家之长，这个把传统武术发扬光大，然后呢，借鉴西方拳术的拳击啊、散打呀这些科学的训练方法，加入到我们传统武术上，这样呢，我觉得我们传统武术才能够发扬光大，才能够越来越好。如果你认为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，他们两个到底谁厉害，有什么更好的见解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咱们一起交流讨论。